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全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道道全冠名播出的傲娇的香菜，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海鲜曾是中国人味蕾上的荒原，如今它在美食界地位超群，几乎所向无敌。海边人吃海鲜讲究个应季时令，规矩方圆，很有章法。而对于身处内陆的湖南人来说，海鲜获取全靠物流。也正因如此，对待这些海上来客，多了一些狂想，少了一些束缚。太阳味的干货是湖南人最早的海味记忆。这道酸辣墨鱼片，又是这记忆中最久远的发端。在湘菜大师王艳峰的眼里，酸辣墨鱼片关键在2个环节：胀发墨鱼和炒制酸辣米子。墨鱼经过3天剪发完成，汆水去碱去腥，以肉末、干辣椒粉响油煸香，再与墨鱼片一同烧制，爆汁亮油，酸辣分明。如今，这道菜也以主打菜重回他与父亲王墨全命名的传统湘菜餐厅之中。在物流便利、讲究一件拥有的时代，依然坚持保留传统干海鲜涨发，并不是一个讨好市场的选择。老爷子和我们一起呢，是走了一条现在在烫手的一条路，也是一条最狼的路。很多人对我们的湘菜认为就是辣、油重、口味菜。完了以后呢，湘菜它有80%的东西是不辣的。很多上桌以后，我的顾客都问了一句：“您这是湘菜吗？”我说：“一定是的。”做配合的，有一个是要切多，切记不要一个淋到，这第2个毛不。然后的话，因为现在市场上呢，现在印度非常少，我现在搞的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这些东西啊，把它恢复起来。王墨全希望把传统的经典湘菜恢复起来，可以看作是情怀所致。但作为家族中的第3代厨师王明俊来说，在湘菜世家当厨师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这把改变的叫文化把它传承。感觉自在，跟父亲啊，或者跟自己母亲一块工作，可能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，很难的真正的就是坐在一起。祖父和父亲为王明俊做了极好的示范，同时也建立了很高的壁垒。他要学习传统湘菜，干海鲜胀发技术，则是不可绕过的第1关。胀发墨鱼，用碱要适量均匀精准，绝不能过量，否则肉易成泥，胀发时间不够，肉则干瘪。这次王明俊决定把之前学习的成果拿给爷爷检验。学个例子，我找100块钱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对吧？
就这个定过，真的要打滑。都只能学皮，不能学肉，不遗憾刀根的。王明俊见王墨泉不像寻常人家的爷孙乐，更多是徒孙见师爷，学生见老师的紧张。手啊，这点都不能点，知道吗？不能学低肉。王墨泉年近80，几十年来培养徒弟上万名，湘菜推广普及，他是重要的功臣之一。对于孙子来家里，王墨泉实则是高兴的。说那还是真正干的还是个偏的最好，偏一个它入味，这个呢适应的时候筷子一夹就起来了，是吧？除了胀发技术外，要把干货烧出鲜味，要有手上功夫。王墨泉也想把这道传统湘菜交给孙子。酸辣海参，其酸来自泡菜，必选自然发酵，肉末、冬笋、辣椒煸香。加入过油的海参，以高汤翻炒入味。收之前加入香菇提鲜，让每一片海参吸满汤汁，重回鲜度。也比较厉害，真的不错。年轻的王明俊没有情怀的包袱，对于干货海参，他更感兴趣的是探索新的烹饪方法。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小吃那种脆皮的感觉。今晚趁爷爷到店，给家宴增添一道新菜——蜂巢海参。食材选择更小的干货辽参，利用胀发后的软糯口感，裹以面糊油炸，外酥里糯。再加入分子醋点缀，等待在口腔中与海参的一并绽放。做了，锅还翻不着，这研发了新菜，大家尝一下。来了，蛮好。小王老师，哎呀，小王老师任重道远啊！感谢。以后你加一就可以啊。好嘞，干杯！王明俊的尝试似乎离真正上架还有一段距离。除此之外，如何让迭代频繁的湘菜市场重新接受久远的干货海味？如何给干货赋予不可替代的风味，并且让客人喜欢，更是成为王家3代厨师的挑战。我呢，其实我是想要他干别的，但是他自己钻到这里面来了，我觉得我还是感到比较欣慰。3代人呢，为了这个湘菜，大家的奋斗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食材来源早已不是食客和厨师们的壁垒。匡威的选择便是直接从源头抓起，用自己和朋友钓来的鱼做美食。眼前这条金枪鱼，正是最近出海的收获。金枪鱼切割，刀法要干脆利落，鱼肉切散则会大大的降低口感。去除近1/3的边角料，
保留最好的部分，做成鱼生。我最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浪费了很多鱼，没切好的时候就切得像猪肉一样，很松散的感觉嘛，不成块。其余部分的烹调则需要考验厨师的智慧。看似平庸的金枪鱼水饺是店内最受欢迎的伴手礼。鱼骨的肉用勺子剔取剁碎，加入葱蒜调料与宁香五花肉末搅拌均匀，包以面皮入笼蒸制。金枪鱼肉混合五花肉的油脂的鲜味，迅速充满容器，香气四溢。匡威因钓鱼钓成了海鲜店主，8年以来，海鲜如何相视，一直是他琢磨的问题。嘿，宝贝，哎呦嘞，我家小仔仔，爸爸跟你说个事情好不好？爸爸过2天要出去钓鱼了，那你会不会想我？会呀。那你跟爸爸打电话好不好？好，晚安，宝贝。疫情的几年，每月的出海进货变成难事。原本的出行计划看来再一次泡汤，匡威和钓友们只好作罢。海里去不了就去湖里喽。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这颗放浪的心，出海不成，湖钓摸摸鱼竿也成。路亚和海钓装备类似，对于匡威来说，技术操练是一个成熟钓手的基本修养。8月的长沙近40度，对于钓鱼来说并不友好，水温过热，等待鱼出现的短暂窗口期变得尤为重要。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事业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匡威的经验是，没那么好，也没那么坏，心态定位最重要。你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，你是那个小虾米啊，你还是那条中不溜的鱼啊，你还是那条大鱼是吧？你把自己定位定准了，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。我可能是比虾米大一点。不能亲自钓鱼期间，店内货源只能靠熟悉的当地鱼友供应。每一条，匡威都会一一严格检查，生怕货不对盘。这个就是渔民钓的啊，这种原生钓法钓的。和尚说不钓这个紫钓，钓好来了条大鳃的颜色可以，眼睛也没有。新的鱼货里，金枪鱼鱼肚是匡威认为最有可能海鲜相视出圈的食材。那个鱼肚呢，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搞法，想往这个湖南的口味啊上面靠一靠。鱼肚韧性十足，不易软烂。鱼肚切成丝，加入辣椒、米酒，大火爆炒。临出锅前放入紫苏提味，油润不腻，辣而不燥，口感脆韧弹牙。但它会不会赢得客人的喜欢呢？两个新菜，这是今天烧的那个金枪鱼的豆子，爆炒金枪鱼豆啊，这个豆有点黑。都湿了。我先审给9月的客人先掐嘛，先让他们试一下。你可以吗？不知是否因爆炒总会联想到平价，食材昂贵导致的稍高定价。从客人反应来看，热情并不是很高。香味海鲜的这次尝试未必一举成功，但匡威相信，
坚持探索，总会通往完美答案。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，但我们选择相信。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。钓鱼常常就在于相信。道道全压榨菜籽油，油纯味鲜，原料优，是10多年来烹饪美味的选择，成就了记忆中的纯正好味。道道全压榨菜籽油。厨房是长沙城最火热的角落之一。这家日式板前店里正在进行一场新菜实验。有2种鲍鱼，有烤的，我见有汁的，烤的，鲍鱼。张帆，料理店主人。差不多对吧？差不多。他做菜讲究渗透，看似简单的烹饪过程，每一步细致的改变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风味。鲍鱼洗净，改以10字花刀。放入90度水中，烫制10分钟。然后我就把其中的配料改了一下，白酒换成了清酒。清酒会带出一点甜味，然后清香味会浓一点点。会少了很多那种酒的那种烈味。用不同浓度的酱油和水做底，辅以清酒，倒入冰块中。等待鲍鱼泡澡后的纵身一跃，迅速降温，慢浸2小时，使其渗透。鲍鱼它质地那么厚，但它酱油水的咸度、甜度都是很淡的，需要时间去渗透它，慢慢的呈现它这种感觉。经过数次的实验，这道酱油渍鲍鱼完美上桌。来吧，这个是1人1份。来，平常是汁鲍鱼，口味是外面咸，里面甜，这样这个鲍鱼的口感很 Q 弹。上面是那个青酥，就是我们说的紫苏的一种，这可以结合在一起吃，一口。酱油水汁鲍鱼嘛，你通过你的工艺，能让它吸收了更多的滋味以后，它觉得鲍鱼很好吃，就别人都很喜欢这道菜，很喜欢这种冰冰凉凉、冰镇的这种海鲜。老板结过来，我们去结过一份吧。来，谁一起龙？用张帆的话说，居酒屋是他工作的地方，是职责所在，而自己最愿待的地方是这里，另一个仅3桌的私房菜馆，像家一样的所在。私房菜对于我的感觉肯定就是我的一个基础嘛，所以私房菜永远是我的作为店里面优先级别最高的，它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家嘛。在这里，张帆只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。鲍鱼蒸肉，店内主打菜之一，曾获某湘派海鲜创意比赛第1名。张帆选择以宁乡五花肉做底，依次摆放鲍鱼，2种食材紧密排骨。
盖上干辣椒、剁辣椒、浏阳豆豉，以文火蒸。我也不喜欢用蒸箱，就是我就喜欢用那种家用的那种小炉子隔水蒸。说一定要有时间去沉淀东西，配料其实都很简单。蒸汽作用下，五花肉逼出油脂渗入鲍鱼，通过2小时慢蒸，让2种食材各取所需，完成最终的融合。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，这个是要功夫的。这是我想做菜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说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渗透的，肉有肉味，鲍鱼有鲍鱼味，但同时鲍鱼里面也有肉味，就感觉自己已经在去做一道艺术品。来，上菜啊，不好意思哦。看上有点好吃。对，上几道今天的聚餐。鲍鱼裹满汤汁，一口下去，肉汁四溢，浓郁的汤汁捞饭也成为食客们心中不可撼动的最佳搭配。我私房菜就是所有认识的顾客成为了朋友，成为了好兄弟，那我肯定就是要给予他们100%的回馈。我是喜欢做菜的一个餐饮人，你可以说我赵凡做菜还不错，对吧？然后我就 OK 了，我就认为就满足了。张帆曾是体育生，生活事业都讲究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基本功。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满足啊，就是我现在健身也好，搞运动也好，我的满足感或者说快感就来源于每一天的变化。就是我认为，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的人，但是你投入了1万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，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。对待人生就像对待美味而易于腐败的海鲜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赶紧烹调。饭点儿准时到达餐厅，焦虑等待的不是食客，而是外卖小哥。非常多的株洲、香盘，还有像鱼一样的这些的朋友，你点我们的外卖，东南西北画个圆，把它围起来。我们的天行区大概有1500多单。老板小廖，这是老板娘，现为工具人的芝芝，自称野路子的他们，1年多时间，从海鲜外卖店开到现在的堂食店。下一步的话，就是要把我们的姜和我们的预制菜卖到全国，甚至是销往全世界。好 ，OK， 大川。能在疫情下突出重围，小廖每日更新的短视频，想必起了关键作用。现在有没有不可能的都是加生海鲜？其实我觉得茶饭人最有价，我在吃海鲜。不是家式海鲜吗？就高嘞。是啊，我是家式海鲜。到底是海鲜的。你管我是家式海鲜，好吃不就行了？新鲜罗氏虾剪去虾须后开背，以便入味。油温烧至200度，倒入罗氏虾，壳肉分离，最大限度保留虾肉 Q 弹质感。接着炒至口味的灵魂蒜蓉，生蒜蓉、辣椒粉下锅爆炒煸香，再用啤酒烹烧，滋味渗透。一口虾肉裹满酱汁，浓郁程度以几何级数递增。
芝芝啊，芝芝啊，我们最喜欢的罗氏虾这个很惨。蒜蓉虾很惨吗，富哥？这7年级。每天回家第一件事，则是关注自己的产品动态。似乎招牌蒜蓉虾成绩并不理想。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很焦虑的，有一个博主他拍了我们家，很担心，就是因为你在互联网上走，我觉得还是也要顶着这个压力来做。放了50分钟，这个是我们贴，然后这个是放了20分钟的，测试一下就模拟一下外卖路上的时间，好吧？有差评立马解决。 20分钟我觉得还蛮过关的。50分钟了，它边已经没有这个景了。没有了。它这上面清水是30多年，我们如果这还有东西的话买点。看那个蒸熟的厨师长，他的出品有没有问题？你看头好紧。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%。来尝一下我们的新品，来，我们先试一下我们臭豆腐。我先吃的2号。 1就没入味，可比我想象中好吃一点点。我3号，3号，哇，一次突破！3、2、1，全球首发我们的新品发布会。想知道我们这2款新品是什么的，可以左上角点关注，然后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小爱心。吐司冥想双臭组合，看见没有？臭豆腐罗氏虾、螺蛳粉罗氏虾，新品直播如期而至。我跟大家。 各老板可以给我们取个名字。有一首超好罗氏虾，超马蟹。谢谢你哦。哇，今天好多人看了呀，好像。平常我的场外就200-300人，是的，这次600人。 2个年轻人以最简单不设限的方式构建他们的海鲜泡泡。这里好似一个游乐场，只是主角不只有他们。啊，为什么你那么能说？没有，我实话实说啊，其实变化很大。真的吗？你的变化最大，就越来越自信了。我觉得你以前你是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的很多事情，但是你现在你会想把自己的想法去强烈的落地。我不知道，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，我觉得我变漂亮了，越来越胖。 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，连同他的怪癖、耍小脾气、忽明忽暗、1800种坏毛病，他真讨厌，只有一点好，爱你。虽然烹海鲜这件事，乡人还在新手村。 但厨师们却各有各的逐浪之心，背负着金字招牌“正本溯源”这样的双刃之剑。第3代乡厨王明俊以年轻人的方式继续解题，而状态轻松的匡威则保持信念，他相信钓竿那头必有海的厚礼。 不想当商人，只想做厨师的张帆，再次盯上鲍鱼这款大陆货食材。他想借香菜加高蛋白的组合，来一次嘴里是口味菜，吞下肚是健身餐的双赢。以前对于海上来客，乡人是求而不得。现在物流运输大发展，长沙有一句话叫“钱不得资”，别人有的我也得有，并且。 乡人没束缚，就想玩出花。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道道全提醒您下期看点：湖南人追求美食，往往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大胆进行着混搭。